权威数据出炉，2022年全球军力排行是个怎么样的情况？中国这次能排在第几？从排行榜中又能看出什么？全世界真正能打的国家有哪些？近日，知名军事网站环球火力公布了一份2022年军力排名的报告。这份排名根据2021年各国的军事现状，为140个国家与地区进行了排名。而环球火力的排名依据除了会参考军队数量、空中力量、火炮数量、舰艇数量以及核武器力量外，也将后备人员、自然资源、后勤能力、经济力量以及外债情况等纳入考核范围。自2006年以来，环球火力开始进行各国军事的排名，其报告已经成为官方与民间对比不同国家与地区军事力量的重要依据。那么，2022年全球军力排名又有哪些看点呢？2022年全球军力排名前10的国家，从前到后依次为美国、中国、俄罗斯、印度、日本、韩国、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巴西。对比2021年发布的全球军力排名，前10的国家并没有改变，仅仅是巴基斯坦从2021年排名的第10名到2022年上升到第9，把原先的第9的巴西挤到了第10的位置。总体而言，今年也没有很大的意外，排名靠前的国家位置变化都不大，这说明各国军事力量也处于一种相对平衡阶段。不过有一点值得注意，环球火力也会给各国家与地区的军事出具一个火力指数，火力指数得分越低，军力排行就越高。而相对去年，2022年前10国家的火力指数全部都提升了，这也表明在当前的国际局势下，各国也在持续加强军力。这份榜单中，前5国家的火力指数为美国 0.0453， 俄罗斯 0.0501， 中国 0.0511， 日本 0.1195， 中国离俄罗斯只差 0.001。虽然美国为第一档次，却被中俄紧咬，俄罗斯离美国指数差距为 0.0048， 中国离美国指数差距为 0.0058， 中俄离美国的差距指数都不到 0.01，但是从第4开始，差距就拉开了。像印度离中国差了 0.0468， 而日本则离中国差了 0.0648， 都远大于 0.01。这也说明，从第3到第4就隔了1个档次。而在军事圈有句话叫做，虽然全世界的国家很多，但真正能打的国家只有3个，那就是美国、俄罗斯与中国。从最新的军力排名以及火力指数，似乎都能验证这个说法。首先，美国肯定是这颗星球上最强大的国家。二战后，美国对于全球的掌控力度在历史上都是空前的存在，而强大的军事力量无疑是其霸权的保证。美国军事资产远多于其他国家，尤其是海空军力量。美国拥有11艘已经服役的航空母舰，数量多于全球其他国家的总和。而全球第1空中力量是美国空军，全球第2空中力量是美国海军。所谓能打败1半美国军队的，只有另一半美国军队，这都能说明美国军事力量的恐怖之处。冷战后，美国的军事力量更是一枝独秀，像在中东发动的几次战争，美国都证明了他们有能力在几万公里外利用绝对优势对对手进行碾压。俄罗斯的军事至今还能看到苏联的影子。作为冷战时期唯一能和美国在军事上掰手腕的国家，苏联有着同样惊人的军事资产。虽然今天俄罗斯正在持续衰微，但不可否认，光是躺在苏联的遗产上，都够俄罗斯再吃几十年。像俄罗斯在坦克、火炮等装备的数量上排在榜首，而这种大规模装甲集团的现状，无疑就是苏联军事模式的代表。近年来，俄罗斯也意识到军事衰微的事实，开始进行新一轮军改，逐渐抛弃过去苏联那种大规模集团化军事发展模式，着重加强特种化作战，并且在保留强大的核武器威慑同时，着重于高超音速导弹等战略级武器的发展。虽然今天的俄罗斯军事已经无法像美国那样开展全球战略，但其影响力向周边扩散还是有余地的。从08年俄俄战争到今天的北约在东欧分庭抗礼，都说明俄罗斯的军事力量依旧能让西方不敢肆无忌惮。而要说近10年来军事力量进步最大的一个，无疑就是中国了。经过10几年现代化与科学化建军，中国的国防力量大大增强，包括歼20、055型驱逐舰、国产航母、东风17等一系列新式武器相继问世，部分领域甚至完成了对美国的弯道超车。而且中国已经是全球军费排名第2的国家，仅次于美国。
可以说，在常规力量方面，中国已经超越了俄罗斯，只是在核武器与战略投射武器方面还稍显不足。但中国真正的杀手锏其实是工业制造能力。目前，中国是全球唯一一个集齐了所有工业制造种类的国家。这意味着，一旦爆发战争，中国的工厂能将武器源源不断地送到前线。可以预见的是，中国军事力量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还将持续增长。从近年来一年下水一个中等国家海军规模就能看出来了。可以说，未来中国将是唯一有可能在军事上完成对美国超越的国家。可以说，美、俄、中三国都具备将战争机器开动，进而组织一场全面战争的能力。不过，另一方面，这3个国家之间基本不可能进行全面战争，因为各自都有摧毁对方的能力。如果说世界格局是一盘棋，那么有资格成为棋手的也就这3位。除了美国、俄罗斯、中国这传统3强外，排名第4的则是印度。印度能排在第4，得益于巨大的人力资源以及众多的武器数量。印度是全球唯2超10亿的人口大国，人员后备力量仅次于中国，并且印度每年耗费巨资，从美国、俄罗斯与欧洲购买大量的武器。在纸面数据上，印度要甩开身后的国家，但是印度的劣势在于自身工业基础太差，武器基本靠进口，这让印度缺少军事上的自持力。这也就意味着印度很容易在军事领域被国外卡脖子。要是真正的和上述3个大国打一仗，即使前线能暂时顶住，其后备力量也很难维持。因此，印度是不具备打一场全面战争的能力，只能进行一次局部战争。这也是印度与前面3个国家拉开差距的原因。后面的日、韩、法、英等发达国家，这些国家工业能力、军事水平都没问题，在某个领域可能会很突出，也能对一些域外地区进行干涉。但这类国家自身的限制也很明显，包括后备动员、远距离投射、战略纵深等。日本与韩国的问题在于缺乏独立的军事体系，这类国家的军事构成始终要融入美军的军事体系中，美国强，他们就不会弱，但美国一旦衰弱就很难说了。而老欧洲国家近年来在军事领域的衰落可以说是肉眼可见的，比如说英国皇家海军早已没有当年驰骋4大洋的威风，将军比军舰还多，而法国借助这些外籍军团还能在非洲施加一些影响力，但法国军队总人数也就20万人，也早已没有当年欧洲第1陆军的威名。换句话说，这些国家可能会成为大国博弈的参与者，却无法成为主导者。因此，从当前全球军事排行中，我们也可以看出，目前很多的全球性问题，包括乌克兰局势以及台湾问题，本质上还是3个棋手相互博弈所带来的。